这几人虽然勉强达到了3星斗皇要求，但明显是那种依靠丹药或者天地奇宝强撑上去的，战斗力也就与2星斗皇相仿。对于这些战斗力孱弱的家伙，那火木2位长老连眼睛抬都没抬啊！而一旁的萧炎见状，却是内心嘿嘿一笑，加快速度，然后一步踏上了那左边的石道。等等，脚步刚刚踏上石道，还不待萧炎登上去，一旁的火长老便是突然偏过头，微皱着眉头望着萧炎。听得喝声，萧炎袖袍中的拳头也是一紧，缓缓转过头望向火长老，目光缓缓地在萧炎脸庞上扫过。火长老淡淡的道：“我看你似乎是达到了参加的资格，为何不去试试？”此话一落，那一道道目光顿时射向了萧炎。先前那么多人都未曾通过考核，面前这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家伙，居然有这能力。我对大会没什么兴趣，来此也只是寻人而已。萧炎的声音在压制下显得略微有些嘶哑，语罢，他也不再理会那火长老，转身便是踏着步子，一步步地对着山顶行去，留下身后一堆目瞪口呆的目光。这家伙也太嚣张了吧！火长老身旁的那名老妪看了萧炎背影一眼，皱眉道：“此人有什么不对的？”不知道，我也只是在他踏入石道的时候，感觉到周围天地的火属性能量突然波动了一下。不过不知为何，此人总是给我一种有些说不出的感觉。火长老皱着眉头，旋即苦笑了一声，叹道：“多半是错觉吧。”石道极长，一眼望去，就犹如一条蜿蜒巨蟒般，沿着山脉一路而上，最后消失在远远的乌云层中。走在其上，有着一种分外渺小的错觉。萧炎步伐倒是不急不缓，一步步的缓缓对着山顶之上行去。在山道的两侧布满着一种银色的巨树，这种树木颇为奇异，并没有丝毫枝叶，整体看上去就跟一根直挺挺的柱子一般。而最令得萧炎惊诧的是，在这种银色巨树之内，蕴含着一种颇为浓郁的雷电之力。若是有灵魂力量感应的话，则是能够发现一袅袅的雷电之气顺着巨树之顶源源不断的涌出，最后升入天际的那些乌云之中。驻步望着这一幕，萧炎若有所思。这雷山之所以会拥有着如此恐怖的风雷之力，恐怕与这种奇异的树木有着不小的关系。有了这些银树提供雷之力，天空上的乌云便是永远不会消散。如此一来，在这里修炼雷属性功法的话，则是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这风雷阁果然会选地方，心中啧啧地赞叹了一声。萧炎脚步刚动，一道清澈的鹤唳声突然响彻而起，旋即众人便是见到一只绚丽的七彩巨鹤正振翅自山底飞掠而下，最后直冲向山顶。七彩巨鹤啊，那上面的莫非便是风雷阁的那位凤小姐？见到这七彩巨鹤，山道之上顿时响起一道道惊呼的艳羡之声。萧炎目光也是停顿在那只七彩巨鹤之上，他并未多看那七彩巨鹤一眼，其视线紧紧地锁定着巨鹤背上的那道曼妙倩影。从那熟悉的身影来看，此女的确便是那凤青。巨鹤并未因为山道上的一道道惊呼声而有所停留，巨翼一震，便是冲进云层之中，旋即迅速消失不见。待得巨鹤消失，萧炎也是缓缓收回目光，眉头忍不住的皱了皱。此女身上一定有着什么东西遮掩了她的气息，不然的话，不可能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还是看不透她的实力。看来这女人有些不简单啊，四方阁的人我都见过，真要说起来，还是这凤青儿危险程度最大。萧炎面露沉吟之色，在心中喃喃自语道：“未知的方才是最为可怕的。唐英、王晨、穆青鸾三人，虽然实力也极为强悍，并且都是具备与斗宗强者一战的底牌之力，但他们三人都并未给予萧炎这种危险的感觉，唯有这凤青儿让他看不透。如果所料不差的话，恐怕这届的四方阁大会最后的胜出者会是这个女人。”萧炎轻叹了一声，这种想法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，但隐隐间的一种感觉却是让得他这般认为。对于这凤青儿，或许是因为风雷阁的缘故，萧炎谈不上什么好感。虽然对方的容貌气质皆是上上之选，但从一开始他对其便是有着一些芥蒂，因此若是看着他取得那最后的大会胜利，心中倒也是有着一点点的小不爽。撇了撇嘴，萧炎在心中嘀咕了一声，也就不在这山道上过多停留，步伐加快，到的后来几乎是直接化为一道黑线，对着山顶之上迅速掠去。雷山虽然海拔不低，但在萧炎这般速度下，也就不到10分钟时间，便是被他顺利地抵达了山顶。刚刚登上山顶，一股犹如魔音般的喧哗之声便是直接灌入萧炎耳中，令得猝不及防下的他差点因此而出现晕眩的感觉。待得回过神来后，心有余悸的一扫，旋即便是目瞪口呆地见到那密密麻麻、一眼望不见尽头的漆黑人海。饶是以萧炎的性子，此刻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无言以对。他远远未曾料到，这四方阁大会居然能够吸引来如此疯狂的人潮。愣了片刻，萧炎也终于是认命的叹息了一声，身形一动，掠上一根银色巨木之上，
此刻的四周的那些奇异银树上也是有着不少人的矗立，因此萧炎的这般举动也未曾引来多少目光。借助着这般良好视野，萧炎倒是刚好能够大概的看见这雷山之顶。此刻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广场，广场的材质明显便是萧炎脚踩的这种银色巨树，通体呈璀璨银色，看上去颇为的耀眼。广场上有着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，想来这里平日应该是风雷阁弟子的修行之处。整个天幕山顶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那一座巨大的银色巨塔，此塔高度至少不小30-40丈，极为雄伟。在塔身之外，雷光闪烁不停，而那塔尖处却是直接插进去了云层之中，给人一种极为神秘的感觉。山顶上还有着众多建筑物，应该是风雷阁弟子的居所。这些地方，萧炎目光一扫便是转过，旋即顿在了那巨大的银色广场正前方的位置。那里有着一些视野极佳的银幕座椅，在这些座椅之前，有着不少脸色冷峻的风雷阁弟子笔直站立。看那股隐隐间透露而出的气息，明显不是寻常弟子。此刻的这些座椅上皆是空席，但很显然，有资格坐在这里的人，定然会是四方阁中极具重量的大人物。剑道大会还并未正式开始，萧炎也是在那银幕之上盘腿坐下，然后开始闭目养神。萧炎的养神时间并未持续多久，一道清脆的钟吟声便是突然晃悠悠的在雷山之上响起，旋即众多矫健身影自山顶中闪掠而出，最后分散而开。这些人影分散的位置极佳，刚好是将整个山顶包围其中，任何人有所异动，都将会被这些眼力毒辣的护卫第一时间锁定。风雷阁的弟子果然训练有素，在钟吟声响起时，萧炎目光也是睁了开来，随意的瞥了一眼周围那些人影散布的位置，旋即在心中暗自道：轰！在萧炎心中自语间，一道巨大的霹雳突然猛地自云层之中暴掠而下，刹那间的强光几乎令得大部分人皆是习惯性的将眼睛闭了上去。萧炎微眯着眸子，望着那道巨大的雷电霹雳，在那里有着几道身影缓步行出，最后落在那银幕座椅之上。目光一扫，萧炎的目光立刻便是顿在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上，当下眼中掠过一抹冷意。废天，居然是风雷阁的4位阁主，啧，这次风雷阁果然是强者进出啊！中间那一位，想必应该便是那传闻之中的雷尊者了吧？当众人睁开眼时，见到席位上的4人，精华的声音顿时响彻了起来。闻言，萧炎心头也是一动，转动的目光瞬间便是停在了那居中的一人。此人身材颇为高大，年龄看上去似乎不过40-50左右，但下巴处却是有着一缕银白色的胡须。其身体上穿着一套银袍，银袍之上绘满着雷电图文，远远看去就犹如活物般不断的流转，甚至隐隐间还有着许些雷威自其中弥漫而出。此人的气息看上去似乎远不及废天3人强横，甚至是有着普通的感觉，但萧炎凭借着过人的灵魂感知，却是分明的从此人身体上感觉到了一种极度危险般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即便是废天也并不曾具备。他便是风雷阁的阁主，那位雷尊者吗？果然极为恐怖啊！萧炎轻吐了一口气，这恐怕是他使用本尊第一次面对的真正斗尊强者了。虽说在魂殿遇见的那紫衣老者也是斗尊，但那时候的萧炎只是一缕灵魂之力而已。咻！在萧炎心中惊叹时，一道刺耳的破风声突然在雷山之上响彻，旋即众人便是惊愕的见到一柄足有10丈庞大的巨剑正划破长空暴掠而来，一闪间便是出现在了广场上空。哈哈，剑尊者，这一次倒是你来的最快啊！见到天空上的巨剑，那一身银袍的雷尊者也是站起身来，笑声如雷鸣般的在雷山之上响彻。巨剑一阵轻颤，旋即居然是化为无数光点蹦碎而去，而其上2道身影却是徐徐自天空落下，旋即落在席位之上。2道身影，一老一年轻，年轻者萧炎眼熟，因为正是那万剑阁的唐英，在其身旁的老者身形略有些矮小，一身麻布衣衫，看上去就犹如芸芸众生中不起眼的小老头般，但在场的人却都是知道，这个小老头也是跟那雷尊者等级相同的可怕存在。没想到连剑尊者都来了，看来先抵达风雷山脉的应该只是4阁的先遣部队吧，现在来的才是真正肉戏啊！剑尊者的出现也是瞬间令得广场周围的气氛变得火爆了起来。对于雷尊者的笑声，那剑尊者却是未曾理会，翻了翻白眼，便是在椅上坐下。其身后的唐英则是恭敬地垂手而立。嘿嘿，剑老头还是这副臭脾气，看来对于当年的那场比试还是心有疙瘩啊。就在剑尊者刚刚坐下席位，一道带着许些阴森味道的怪笑声却是随之响起，旋即一道漆黑光芒自山脚暴掠而来，
最后犹如瞬移般直接出现在席位上，也不客气，一挥袖袍便是坐下。出现的人影是一名一身黑袍的老者，其面色苍白，眉宇间透着许些阴翳之色，一对双瞳却是一黑一白，看上去颇为诡异。在其身后也是有着一道熟悉身影，自然便是那黄泉阁的王晨。当年老夫自己运气差了一筹才败于他，比起某个在风尊者手中仅仅支撑了100回合的人，却是好了不少。你说是吧，黄泉尊者？剑尊者瞥了一眼黑袍老者，不咸不淡的道。听得此话，那黑袍老者眼神顿时阴寒了下来。然而其刚欲出言反讽，脸色却是微微一变，阴森目光紧紧地盯着天空。那里一道宛如龙啸般的风声突然传来。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，但却总喜欢最后一个到。剑尊者也是抬起头，浑浊目光望着遥遥天空，笑道。剑尊者的话音刚刚落下，那如龙啸般的风声也是轰隆隆的迅速传来，旋即一道庞大的青色旋风顿时出现在了山顶上无数人的注视中。在这青色旋风出现之时，萧炎目光也是豁然转移，死死地盯着前者，袖中拳头也是猛地紧紧握了起来。风尊者。